伟杰还没到吗？什么生日礼物呀，这么神秘？别着急，马上就到。先急着吃点热豆腐。睁眼吧。小小，伟杰，小小怎么会是这样？我的小小为什么会是这样？周一诺，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第一份生日礼物，惊不惊喜？姐姐，第二份生日礼物你可要看好了。苏倩，你这个贱人！你竟然勾引伟杰，我的小小是个夜市人，我要杀你！要不是看上钱家那点家产，你以为我会看上你吗？你说什么？你不明白吗？我自始至终喜欢的都是苏倩，我们两个才是天造地设的舞台。不可能，我们都已经有了小小呀。姐姐，第二份礼物啊，可就是关于小小。小小啊，根本就不是伟杰的孩子。可能，我被下了药，是伟杰救的我。哦，对，我之前是想得了光，只是阴差阳错，让你上了金千枝的床，所以啊，这个孽种也是他的孩子。我不可能！你怎么骗我？你怎么骗我的事？周一诺，你想不到吧？你千方百计陷害的秦千枝，不仅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男人，更是你的女儿的亲生父亲。怎么会是这样？不可能！姐姐，别着急，我们呀还给你准备了第四份礼物。你这个小贱人已经死了，秦千枝呢？她出车祸也快死了。你呢？毕竟跟我是名义上的好姐妹，我就发善心，让你死之前再爽一回。这个艾滋病人呀，可是个极品，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一诺，走，这个碰的。一诺，别靠近他，他有艾滋！敢打老子，你们都陪我去死！一诺，去死吧！一诺，没事吧？我带你去看医生。秦千枝，我对不起你。一诺，对不起，阻断失败，两位已经确诊得了艾滋病。没事，这不怪你。我只求您先别把这件事告诉一诺。好吧。少爷，林叔，我已经破产了，已经不是少爷了。不，艾滋病虽然无药可医，可你只要肯认了错，秦家一定会帮您续命的。除非他们肯帮一诺，不然我不会一个人苟活的。少爷，您成这样，都是这个女人一手造成的，你怎么就一直执迷不悟呢？一诺，你醒了。
青之，我忽然很想吃之前常去的那家小馄饨。好，我马上帮你去买。专属表达，绚丽已不会让你的火花。高看起你又繁华，忘记后又充满希望的挣扎。活下去，对你的喜欢，都有下辈子。你出现在我到不了的地方。我花慢慢留在爱里。一诺。好痛，这是哪？我不是死了吗？一诺，周一诺，我脸上的伤怎么没了？青之，你聋了吗？我敲门，你为什么不开？青之，一诺，青之，你的腿好了？周一诺，你够了！为了救秦伟杰，你竟然以死相逼！为了救秦伟杰，等等，这一幕是……青之，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快放了伟杰！秦伟杰一个二房的私生子，背着我和我的未婚妻偷情，搞得秦家人尽皆知，我恨不得把他剁碎了喂狗！你不能伤害他！你如果伤害他，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这是1年前的一场认亲宴，我重生了。周一诺，你当我傻吗？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人？你是我的丈夫啊，简直啊！怎么改用苦肉计了是吗？秦之，秦伟杰随便你怎么处置，我都不会阻拦。你说什么？我说，从今往后我只爱你一个人，再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了。只愿你幸福无悔意的未来。青之哥哥，秦伟杰他……苏倩，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青之哥哥，秦伟杰他要死了。你们在干什么？姐姐，你的手怎么了？死了正好，要是没死，打断他手脚扔到狗舍里，3天后再给二叔送过去。可是捉奸来说的话，为什么只罚他一个人？而且秦伟杰说，昨天晚上可是姐姐主动约他去房间。千之，不是这样的，他们给我下药，但我保证，我什么都没发生。真的什么都没做？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我如果做过什么，我周一诺不能好死。姐姐，昨天晚上你们2个都被我和前之哥哥捉奸在床了，就这样你还能狡辩？千之，昨天是我不小心，我以后一定不会给他们机会了。一诺，你别笑我。医生，来人，快叫医生！少爷放心，少夫人手腕上的伤并不严重，只是什么？只是少夫人血液里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移情药残余，我想少夫人恐怕真的是被陷害。知道了。周一诺，你真的突然就回心转意了吗？周一诺，我爱你，嫁给我，跟我结婚好吗？谢谢之，你要是现在立马去死，我可以抱着你的牌位跟你结婚，你做得到吗？走。
去看我那便宜堂弟死了没？是。贤之哥哥，你别误会，我是怕他死了，二叔会怪你，所以才来喂他喝苦水。哥，你放过我吧！真的是那周一诺主动勾搭我，让我着了他的道。哥，看在爸的面子上，就照顾我吧，放过我吧，好不好，哥？求你了，哥！林叔，把那药给他灌一碗。别哥，不要！求你了，哥，不要！千之，救我！千之，姐姐，我就知道你不忍心，还是来救他了。你怎么来了？我以为我再也找不到你了。你是来替他求情的？不，我是来找你的。周一诺，你救救我！秦姐知道疯了，他嫉妒咱们两情相悦，不想让我回秦家，他要弄死我！你要救我！你一个私生子，拿什么跟千之比？如果不是你给我下药，我多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不是你说秦姐真满足不了你，想跟我玩点刺激的，这些你都忘了？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前之哥哥呢？周一诺，姐姐，你为了爬上伟杰的床，必须给自己下药。我要是你呀，就赶紧找个地缝钻下去，哪里还有脸再站在前之哥哥的面前？既然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就证明。大哥，不要过来！周一诺，你混蛋！你别忘了，我可是小小的秦伟杰，你还不说实话的话，我就把你一直在外恶意低价收购秦氏股票的事说出来，我看看到时候他们还认不认你啊？你怎么知道的？姐姐，你疯了吗？他可是你最爱的男人，说不说实话？我说，都是我的下的药，都是我的错，我错了。你既然知道错了，就乖乖给我老公磕头认错。苏倩，你抖什么呀？刀又没插你身上。你刚叫我什么？老公，我不想待这儿，你带我走。苏浅，秦伟杰，我要把你们上辈子加在我身上的痛苦通通讨回来。好戏才刚刚开始。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我想你留下陪我。这个是你自己说的。真的？你不愿意给我。如果被千心之发现，我早就没了理思。他会不会立马掐死我？想什么呢？问你话呢。不是的，秦之，我是想起前2天被下药的事，有点后怕。是我太心急了，你先好好休息吧。是素的心，我想你陪陪我。老公。好，但你可不许乱动。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他像变了个人？少爷，秦晖来了，在会客厅等你。知道了，
替我照顾好依依。进。少夫人，二房那位来了，骚月刚去接的。喂，小小妈妈，小小在幼儿园受了伤，现在在医院，您赶快来一趟吧。好，我马上过去。好久不见呐，二叔。秦天之，我儿子怎么得罪你了，把他打成那样？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否则……二叔，一个还没验明正身的私生子，在我家给我吻妻下药，想毁了他的清白，借此羞辱我。我能留他一命，已经是给你面子了。二叔，就算是这样，昨天好歹也是你们兄弟二人的认亲宴，你也应该看在兄弟场的情面上，小惩大戒。还有那个贱人，他凭什么伤害我儿子？宋天之，你干什么？你说谁是贱人？好，这是我口误。他周一诺凭什么扎我儿子？周一诺是我的女人，你儿子陷害她不成，还死不悔改。我老婆气不过，捅他2刀出气，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这是执意要包庇他。二叔，我劝你摆正自己的位置。你儿子能不能进秦家门还不知道，现在秦家的当家家主是我，需要夹着尾巴做人的是你。少爷，少夫人好像有个孩子。说什么？小小，妈妈来了，怎么受伤了呀？疼不疼？是小小和其他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不小心摔伤，磕破了头。小小，你告诉妈妈是这样吗？不是的，妈妈，他们还说我没有爸爸，还用石头砸我。小花老师，我希望您能跟我说实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摔伤，小孩子嘛，他怕你打他，所以才……我相信我女儿，她不会撒谎的。这个事你必须给我个交代。人家又没说错，还不是因为你自己不知检点，连累了孩子。倩倩，你快看视频，这不是你姐姐吗？我在医院看到她和一个女人吵架，身边还领着个孩子。秦伟姐，这个视频里面的小孩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只爱我一个人吗？错。这个小野种呀，是周一诺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和秦千之生的。周一诺这个蠢货呢，一直以为下药那次是我帮了他，回国之后见了我，就一口咬定这个小赔钱货是我的种。不过我爸查清了，我爸说呀，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让他帮我做事。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有一个主意。妈妈不哭，小小不疼，小小真的不疼。又是妈妈不好，让小小受委屈了。这不是我的那条，难道？前知他怎么会有一条跟我一模一样的手链？周姨，小小就麻烦您帮我照顾了，等我忙完就回来。你别放心吧，小诺。小小，妈妈马上回来，回来就接你好不好？只要做了亲子鉴定，秦志一定会接受小小。少夫人，您终于回来了。
怎么了，林叔？发生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前置台出事了？少爷原本是不允许我告诉你的，但是他现在发病了，又不让我进浴室，只有您能救他了。发病？少爷小时候就患上很严重的皮肤饥渴症，成年后又诱发了分离焦虑。我们家夫人为他找遍了名医，也无法根治。他发病时总是叫着您的名字，只有您能帮他。怪不得单医师前世恨不得时时刻刻把我绑在身边。落叶的位置，谱出一首诗，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文墨，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是你说要陪我一辈子的1夜，为什么10月你欠我的，这是你欠我的。我愿意一辈子来不成。是专有名词。你不能进去！姓林的，你松开我，放开我！嘿，浅之哥哥，我们都被这个女人给骗了。你快看啊，她大学期间就未婚先孕，还在国外生下了孩子。像这样不知检点的女人，怎么能够做你的妻子呢？周一诺，爸爸以前说过，我们苏家不需要你这样败坏门风的贱女。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再踏入我们苏家一步。我早就和苏家断绝关系了，你以为我稀罕回那儿吗？林叔说你生过孩子，是真的吗？不要骗我。没错，我生过孩子，但小小就是我们的孩子。他是怎么知道的？不行，秦前之要是信了他，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像你这样的女人，为了自己的快活，丝毫不顾及我们苏家的颜面。那个孩子分明就是你和来路不明的野男人生的小贱女。前之哥哥，他这分明就是在羞辱你。难道你还要帮他养这个孩子吗？前之，你别信他，小小真的是我们的孩子。我要证据。前之哥哥，你别再被他骗了，这分明就是他的圈套。好，前之，你要证据是吧？我有。喂，怎么会出车祸呢？好，我马上过来。前之，小小现在出车祸，情况很危急，我求求你了，你先跟我去医院好不好？我发誓，我真的可以证明，小小她就是我们的孩子。发誓有什么用？前之哥哥，难道你忘了他之前是怎么骗你的了吗？他就是一个满嘴谎话的贱人。去医院。前之哥哥，见人见命，死了也是活该。谁让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前之哥哥的事情，这就是报应。你敢打我？如果我女儿有3长2短，我一定拉你陪葬。前之哥哥，周一诺，你不是说你有证据能够证明那个小野种就是前之哥哥的孩子吗？证据呢？你拿出来啊！前之哥哥，你根本就不应该相信他，他压根儿就拿不出什么证据。周一诺，只要这个小死了，你也就死无对证了。医院失血严重，现在需要出血，院线的 B 型血储存不够了。如果你们在场的有人是 B 型血，请跟我来。不是，我是 B 型血，抽我的吧。那你跟我来做检查。你这人怎么回事？直系亲属之间不能输血，这点常识都没有吗？还好我们按规定做了溶血检查，这么小的孩子，如果发生溶血，很大可能会没命的。直系亲属？你的意思是，她真的是我女儿？现在人命关天，你帮不上忙就别添乱。林叔，立刻送足够多的 B 型血到中心医院，越快越好。
对了，顺便去查一下这件事是谁做的。姐姐啊，你也别太伤心了，那个小贱肯定是活不成的，或许这就是命吧。苏建，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小小出事跟你脱离不了干系。你能拿我怎么样？你以为秦千之还会像以前一样护着你吗？没有男人能够受得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为什么重来一世，我还是保护不了我的孩子？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是他们害了我们的孩子，是他们害了我们的孩子！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好，一诺，我会帮你的。小小不会有事的。从这个哥，滚！让太阳太公鸡洗江道了！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我们会尽力的。少爷，照顾好他们，有事立刻通知我。秦先生，你要干什么？这是为了我家。你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不要！放我！放我！你要杀人！秦先生，救命！爸，救我！爸，救我！不要！傅前军，你在干什么？你也太无法无天了！爸，救我！我女儿现在躺在医院不知生死，杀人偿命啊，二叔。放心，我会慢慢开，不会让你的宝贝儿子死得太快的。爸，你别信他了，我没有，秦先生在这血口死活，他就是想找个借口杀掉我。爸，救我！奶奶，救我！奶奶，妈，这事你可不能不管呀，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孽种！今天你要是敢开车，就先从我老太婆身上撵过去。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松口！救我！少爷，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好，我马上回去。我错了，哥，我错了，帮我吧，哥，帮我了，我错了，哥，我错了。下一次，小小不管什么原因出了事，我都直接要你的狗命。那要是别人做的呢？你一样得死。孽障！你不要以为你回到了秦家就可以肆意作威作福了。就是，秦家还是我妈说了算。遗嘱是爷爷立下的，你们要是有任何不满，可以下去找他们。哎，你个不孝子孙，怎么跟长辈说话了？你不要以为你回到了秦家，秦家就是你的了。我现在就以公司董事的身份任命伟杰为公司副总，下周一就上任。您随意。你就是我爸爸吗？小小，你醒了怎么不叫妈妈呢？妈妈，他就是我爸爸吗？是啊，小小喜欢爸爸吗？爸爸怎么才来？是不喜欢小小了吗？是爸爸不好，爸爸以后会保护小小的。小小原谅爸爸好吗？我去叫医生来检查。爸爸妈妈难过，你代替小小抱妈妈好不好？好啊。爷，小小是什么时候的事？你就像一道光，很心房。这
小小真的是我们的孩子，他真的是我们的孩子。我知道，我相信你，你别哭。你真的是你。4年前的那个人，真的是你。太好了，千之他肯相信我。我小小他有我。别怕，我会好好保护你们的，以后一定不会再发生这种事。这次我也会保护好你们的。伟杰哥，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秦千之真是太恐怖了，他这么做摆明了是想要你的命啊！倩倩，别怕啊，我这一身伤看着可怕，其实没什么的。秦千之那狼崽子想要我的命，太早着呢。伟杰哥哥，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出的主意，你也不会伤成这样。宝贝儿，你说什么傻话呢？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可周一诺好像早就知道了，秦千之才是孩子的爸爸。我们现在这么做，反而弄巧成拙，惹怒了秦千之。他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呀，我怕。而且我觉得周一诺那个贱人最近好像就跟骗了一个人似的。要不我去试探一下，问问他。瑞杰哥哥，如果你试出来，周一诺真的背叛了你，选择了秦前之，那他可就是我们俩共同的敌人。你可千万不能对他心慈手软。如果你们俩只要带孩子回家调理，也不是不行，只是务必要静养。这么说，小小是可以回去了。是。谢爹，谢爹。一诺，你不让小小继续住院，是担心有人继续害他是吗？秦伟杰，你来干什么？还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都是秦建志，他今天下午跟疯了一样，想要弄死我。他是不是知道小小的事了？你竟然还敢来纠缠他！你错了，秦伟杰，不是前之想杀你。怎么会？你不是一直在碰我吗？是你开车撞了小小。会知道的，我检查过很多次，那些地方是死角。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周云东，你听我给你解释，你告诉我，小小是我的女儿，我不会做那些事的。小小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秦伟杰，你该不会以为我跟之前一样蠢吧？4年前你给我下药，是想把我送给你那位得了艾滋病的导师吧？你怎么会知道的？你好好想一想，这件事儿刚有谁知道？难道是姐姐？不可能，她不会。如果不是她告诉我，我又怎么会知道呢？秦伟杰，你好好想想，我之前都是一心帮着你的，可是你又是怎么对我的呢？秦伟杰，我真该直接杀了。秦之，我来处理就好，别脏了你的手。爸爸，我们到家了吗？周云东，你都知道了？对，所以你以后别想再利用我来伤害前之了。他这么对你，你就这么放了他？我怎么可能轻易放了他？小小，爸爸，风吹着小小的头好痛。咱们赶紧回去吧。
晚风依旧很温柔，一个人慢慢走在街依依，你刚才说的下药是怎么回事？那是秦伟杰的惯用伎俩，我不想再提。他既然伤了你，我就让他付出代价。要不是他那次阴差阳错，我哪能遇到你呢4年前，不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是你亲手替我刻上的，你忘了吗？小时候的事儿，我记不太清了。我爸说是因为我妈忽然过世，我伤心过度就高烧不退。千之，我们之前认识吗？没关系，记不起来也没关系，是我的错，是我不在你身边。依依，我没能保护好你，我亏欠你的实在太多了。秦千之，我亏欠你的更多，只是你不知道吧。千之，那你答应我，我们以后不要再分开。千之，人呢？少爷，夫人的意思是，如果秦家执意要秦美杰进入秦氏高层，你就该回林氏，不必再谈这趟婚事。既然我回到了秦家，自然就要对秦氏负责到底。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我也帮他让秦伟杰当不上这个副总。少夫人，这是秦老夫人的决定，少爷都无法革辞，您能有什么办法？你等我一下。依依，先把鞋穿好。秦伟杰的境外交易记录，二房居然在低价收购秦氏股票。依依，你是怎么得到这些东西的？网上的悬赏，就是你只要有钱，什么都能拿到。总不能说是因为我上辈子蠢到自己倒贴钱，帮他一起害你拿到的吧？太好了，我立刻转发给媒体，这次一定能将秦伟杰赶出秦氏。唉，这在奶奶眼里似乎不算什么大事。放心吧，还有后招呢。这视频怎么回事？这个结婚字也是爆出来。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这事儿又不是我说出去的。这事儿除了我爸，我就告诉过你一个人。还有4年前那个事儿，谁让你乱说的？朱一诺现在恨死我了，他还怎么帮我？秦伟杰，你什么意思？都闭嘴！现在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船翻了，谁都别想好。爸，那现在该怎么办？我马上就要上任了，我这好不容易才混到公司的高层。你慌什么？只要你奶奶没发话，你就还是秦氏的副主。至于秦千之，他斗不过我。倩倩，我错了，我信了那个女人的鬼话，对不起，原谅我吧，我错了，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妈妈，小小不疼了，能不能让爸爸送我去幼儿园？小小乖，妈妈是为了你好，我们等病好了再去幼儿园，好不好？其他小朋友们都不相信我有爸爸了。好，我们去幼儿园。行了，这位就是小花老师。小小，就是他纵容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吗？园长，这种人也配当老师吗？秦总，你听我解释，我真不知道小小是您的女儿，要是知道，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呀。你的意思是，穷人家的小孩无权无势就能随意欺负喽？妈妈教过我要一视同仁的。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要孩子教你吗？你被开除了。
别辞退我，秦总，我真的知道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秦总。秦总，转学的事你再考虑考虑一下嘛，毕竟这园子你是有主的，孩子在自己的地方学习，你也会放心吗？不必了。爸爸吃了冰淇淋就不要皱眉头了，好不好？好啊，小小真乖。爸爸不在，妈妈一个人照顾我，很辛苦。小小当然要乖一点呢。小小比爸爸小时候懂事多了。爸爸被欺负过吗？那有人帮爸爸吗？前妻，妈妈。有的，小小，那个人就是你妈妈。依依，过阵子带你去见我母亲好吗？她看到你应该会很开心。好啊。少爷，董事们的提议全都被秦老夫人驳回了。明天秦美杰将继续上任副总。这秦老太太还真是偏心阿房，一个私生子进公司不到半年就能升副总。少夫人，您不知道，秦老太太最初是喜欢咱们大房的，但少爷的父亲车祸横死，秦老夫人认为是夫人和少爷克死了她最爱的儿子。这也太荒谬了！秦老夫人当初还纵容秦晖，将夫人和少爷赶出了秦家，甚至还帮助秦晖想害死他。夫人为了躲避追杀，不得已将少爷送出了国。依依，你一定要等我回来，一定要等我回来，这样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够了，林硕，过去的事不许再提。千之，这一次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包括我自己。头还疼吗？放心，既然奶奶决心固执己见，等到秦伟杰上任副总那天，我也会正式接任董事长的职务，不会让他有机会耀武扬威的。秦之，那你把总经理的位置让给我吧，我想跟你一起去面对。好，无论你想要什么，只要我有，都可以给你。少爷，您真的不觉得少夫人变化有些太大了？林叔，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当初之所以回秦家，就是为了能够娶她。您接任董事长是好事，可少夫人她为什么突然要做这个总经理？万一她私下里和秦美杰联手，或者她无法胜任这个职位啊？不会的，我相信依依。我可以进来吗？当然可以。来，小小睡了吗？嗯。林叔，我和前之一样竞争您，我知道您不放心我，但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整个二房，我希望您能相信我。我在这里发誓，我一定不会伤害前之，我也不允许有任何人去伤害前之。如果我周一诺言行不一，我就不周一诺，你不许胡说。好吧，少夫人，我相信你。多谢大哥，以后啊，秦氏有我帮你撑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先别急着得意，今天新上任的可不止你。啊？还有谁？还有我。大哥，你没搞错吧？她一个生过孩子的黄脸婆，能来秦氏做什么？当然是做你的上司。周一诺，你凭什么坐在这儿？因为我先你一步签了任命书呀。秦副总，
以后在公司呢，还是叫我周总比较好。这不可能，不可能。昨晚我已经给各个股东发邮件告知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哦，我忘了，你不是公司股东，你不过是我二叔从外面捡回来的一条野狗。钱谦之，你居然敢为了一个女人放弃总裁的位置，你就不怕她背叛你吗？我已经遵循爷爷的遗嘱担任董事长了，空了的位置总要有人坐。什么遗嘱？就算是有遗嘱，也应该是我爸来继承啊！钱之早就猜到了，二叔之所以能那么痛快的把副总位置让给你，是因为他想呀升任总劳，所以就赶紧安排我来接任了。好啊，你们两个夫妻来联合坑我。没错，就是这样的。好，既然如此，那大家都别想好过。秦谦之，我手里可是有很多周一诺的私密视频，我要是发出去，丢面子的可是你啊！你怕是没这个机会。你要做什么？这可是公司啊！我去，这也太劲爆了吧！小秦总他能吃得消吗？哪家豪门没点丑闻啊？你们也太大惊小怪了吧！不过我听说这小秦总和周总之前可是情侣关系，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又嫁给了董事长。天哪，这也太乱了吧！这是小叔和嫂子还是大伯和弟媳啊？倩倩，你为什么打我？秦伟杰，你以后别再碰我了，我嫌脏。周一诺，你凭什么能拥有秦谦之那么好的男人，而我却只能和秦伟杰这种烂人纠缠不清？这视频哪来的？这视频是我花高价钱买来的，送你当生日礼物，还满意吗，小叔子？我那个妹妹呀，一向什么都想要最好的，包括男人。唉，在她心里呀，你本来就比不上钱之，还不知道藏着点。你还这么脏，这下她更嫌弃你了。你们俩给我等着瞧，这是没完！分分鐘都盼望跟他見面，茫無地處後亦從來沒千之，你別說傻話，他根本不配合你。與他相見，在路上碰着亦落上。終於搞定了。媽媽，小小，你怎麼來啦？爸爸在這兒呢。爸爸，別再搞什麼驚喜了，媽媽在找你呢。秦之，我都看到你的胳膊了。怎麼啦？爸爸說他想你了，我們就來啦。老公，我現在才知道你之前有多喜歡。你要是覺得累，就把它丟着吧。既然答應幫你了，我就要把那些蛀蟲全部抓出來，不能半途而廢的。你都瘦了，要不咱倆換換吧？你來做董事長，這個位子還比較清閒。前世你放心吧，沒問題的。周一諾，你憑什麼擅自停掉我的生產線？你想拿我立威是不是？我告訴你，你接手的那條生產線售出的產品，每年有大量的問題投訴堆積，你不自查的嗎？在我查清楚這件事情之前，你暫時停止。你個蠢貨懂什麼？這條生產線是我爸親手給我的。是秦氏所有生產線裏邊銷量第一的爆款單品，以前從來沒出過任何問題。
你不自查怎么知道？要是查不出问题呢？如果查不出问题，我公开给你道歉。公开道歉？你糊弄小孩呢？3天。你要是查不出问题，你给我跪下磕头道歉，然后立马给我滚蛋，把总经理的位置让给我吧。二叔还真是养了条好狗呢。可以，我答应你。答应的这么痛快？签了的，我就答应你的条件。一旦生产线出现任何问题，以第一责任人身份承担所有责任。怎么？你刚才不是很自信吗？不敢签呀？我有什么不敢签的？我们走着瞧。我想起来了，那个就是之前那个木乃伊叔叔。秦伟杰，这次你就等着吃牢饭吧。秦伟杰，你疯了吗？居然跟周一诺打这样的赌！生产线的事，连秦前之都不知情，这周一诺是怎么知道的？哼，我还真是小瞧了他。倩倩，你怕什么？走。周一诺那个蠢货，他能懂什么？那条生产线是我爸特意交给我的，能出什么问题啊？对不对，爸？伟杰，你跟我过来。哎，该不会真的有什么问题吧？秦伟杰，如果你这次再让我在周一诺面前丢脸的话，你休想我再理你。倩倩。少爷，少夫人和秦伟杰约定的时间就快到了，事情一点眉目都没有。难道少夫人前阵子刻意讨好，都是为了帮秦伟杰得到这个位置？林叔，林叔，我说过您可以相信我，但是我实在想不通，您究竟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呢？因为少爷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全都是拜你所赐。林叔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的可不正是因为我？你听我说，你在少爷被孤立霸凌，在他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出现，让他对你产生依赖，他甚至会抵触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人碰他。那分离焦虑症也是因为我。少爷出国没多久，你就毫无征兆的没了音信。他一直想回国找你，但又怕给他母亲添麻烦，不肯和我们说，就这样忍着，直到他开始频繁失眠，甚至一想到你，他就会伤害自己。我们才发现他得了这个病。可少爷痛苦的时候，你却忘了这一切，甚至爱上了别人。够了，林叔。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只是这个理由太道德绑架了。我不想困住你，可我总控制不住自己。秦青之，我会对你负责的，我会讨厌你，我更不会离开你，抛弃你。不要骗我，我会相信你的。夜空缓缓地被点亮，光晕落在。夫人，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提了少爷患病的原因，但少夫人好像并没有想起什么。不急，能把他留在前之身边，也不是毫无收获。那关于少夫人母亲去世的真相，还需要继续查下去。千之，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信我。好。周一诺，辞职信准备好了吗？
解聘书，不然你以为是什么？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样品抽检没有任何问题。怎么着？现在抓不到我的把柄，你们开始耍赖了吗？我又没给你看检查报告，你怎么知道没问题？周一诺，你不要给我转移话题啊！要不这样，你现在跪下来求我，我好看在往日的情分面上，让你体面的信儿滚回家奶孩子。秦伟杰，你找死！哎，怎么着？还要打我？外面现在可都是媒体，你要是敢动我，我马上让他身败名裂。秦伟杰，你这话说的太早了。不好，少爷，保安队长说，有个孕妇由于使用了我们的产品流产，举报后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受害者现在就在秦氏大厦天台，正闹着要跳楼呢。难怪依依在样品上查不出任何纰漏，原来是你做了手脚。小秦总请来的媒体现在都想冲上天台，邵夫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依依，这次你会怎么做？林叔，立即进行危机公关，起草一份道歉声明，全网发布要快。上一世生产签书问题，我为了跳楼事件不会影响到秦伟杰，绝食逼迫前置替他担责，他却利用这个女人的死制造舆论，出钱架空了前置。这次就让他自作自受。依依，那个孕妇呢？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前置，我保证她一定不会有事的。林叔，带上她上天台。我不是，别拉我，找我，别拉我！我收了他的支票，还能替我的孩子讨回公道吗？赔偿是应该的，你不要怕。你想曝光这件事儿，或者说你想追溯责任人，这都是你的权利。你也是秦氏的人，你为什么帮我？我也是一个母亲，我也曾经失去过孩子，而且我知道，不止你一个受害者。我把他给你带来了。林叔，让梅子上来。秦总，受害者投告无门，是否有秦氏的人从中作梗？这件事在此时曝光，是秦董为了夫人和小秦总的赌约刻意抖出的黑料吗？对，你们不要信他的，这个女人就是他们转媒来污蔑我的。你这个没用的懦夫，根本不配姓秦！别拉我，别拉我！秦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害我流产。我要求秦氏严惩相关负责人，还我孩子一个公道。是秦氏护肤品的检测报告，生产票都是假的。秦董，请你对受害者的诉求做出正面回应。糟糕，忘记提醒前职，他可能要当众道歉了。消费者受害是我们秦氏的过失，我们会积极承担责任，立刻解聘相关负责人，并全力协助受害者追究其法律责任。不可以，你们不能解雇我！出了事件，我已经第一时间去赔偿她了。这个女的，她明明收了我的支票，现在还要来闹事，她分明就是讹诈！顾仔，周一诺，你好大的威！爸，你可算来了，他们两个联合起来陷阱我。千枝，纵容他搞这么大，坏的秦氏的名声。我以为二叔来是来求情的，没想到是来质问我的。二叔，你手上那条生产线挣的钱，够你儿子在牢里待一辈子吧？爸，你一定要救我！我不想坐牢，我可就是您唯一的儿子。闭嘴吧，废！到底要怎样才能放过儿子？跪下道歉。爸。
满意了吗？我要他跪，不要得寸进尺。他想拿钱买我孩子的命，我要他一步一跪一叩头，从这里走上大街上向我道歉忏悔。你开玩笑呢吧？我爸都已经跪下了，你还拿了我家钱，你还不认错？你是想毁了秦家的100年基业吗？苏倩，你过去劝劝他。姐姐，你放开我，这不关我的事儿。我查过了，这条生产线上假冒伪劣产品的制作配方，是你1年前申请的专利吧？你授权给了二房，你们就是共同责任人。如果秦伟杰坐牢的话，你也逃不掉。我相信你不想尝到牢饭的滋味吧？姐姐，我不想你坐牢，你就听他的吧。好，我忏悔，我忏悔。这就对了，你好好赎罪吧。相信您请来的记者朋友们会替我好好检查。疼不疼？唉，都怪我，本来以为你受点委屈，给受害者道个歉就行了，没想到却害你受伤了。就这点小伤，你要不注意，他自己都好了。一些是有人我妈妈，爷爷说你们有困难，需不需要小小帮忙？会疼吗？少爷，秦氏已经正式对秦伟杰和苏倩小姐进行诉讼，要求他们就此次事件的恶劣影响对秦氏提出赔偿。只是苏家可能拿不出那么多钱啊。拿不出钱就让他去坐牢。可今年周氏指明要和苏倩小姐进行合作，苏倩小姐要是坐了牢，我们恐怕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进行应对啊。林叔，您就放心吧，这不是还有我吗？少夫人还会自香呢。看来是收到传票了。你这个孽种，居然敢设计陷害你妹妹，还想送她坐牢！赶紧给我滚回家来给倩倩道歉！倩倩要是出了什么事，要你好看！哼，那不早就不是我的家了，我还回去干嘛？好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白眼狼。当初要不是我花钱给你治腿，你到现在还是个瘸子。现在嫁了豪门，就不想认我这个爸了是吗？你今天要是不回来，我就去秦家找你。秦千之要是知道你苏一诺从生下来就是个瘸子，你看他还要不要你？好，我会回去。爷爷，别怕，我们早就见过彼此最狼狈的样子。千之，我可能要回趟苏家。我陪你一起去。那小小也要一起去。依依，你们先进去，我等等就来。好，那小小，我们走。哟，一乐，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为什么还把外面生的小野种给带回家里来了？哎呀，你干什么？周一诺，你干什么？李梦雨，你当初身怀大度嫁进苏家的时候，对我可不是这个态度。老公，小畜生，你居然敢跟你妈动手！我妈就她也配。爸爸，你看姐姐一回来就顶撞你们两个，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李梦雨，从你在我妈头七当天执意要嫁进苏家，
为此不惜给我下跪道歉的事，你就应该知道，你在我心里永远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小三。老爸爸，你听他在说些什么呀？今天我非打死你个忤逆不孝的东西！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的人？受伤了吗？刚才是谁说我的女儿是野种？千之哥哥，你别误会，我妈妈她不是有意。千之，我已经叫喊过。我认得你。怎么可能？我都不认识你，你认错人了。依依，我确定，我之前又见过她，她是我二叔的情妇。就是啊，怎么可能嘛，秦董，你们两个之前都没见过的。你的意思是我在胡说了？不敢。千之哥哥，这船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确实。我就说嘛，千之哥哥怎么可能真的去告我呢？就凭你们三个对依依的态度，我就应该直接送你去坐。老公，倩倩不能去坐牢呀，她才20岁，她就坐牢一辈子就完了呀。不想坐牢就赔偿呀。一洛，1个亿那么多，我们拿不出来呀。一洛，你去求一下秦董，他最听你的了。倩倩是你的妹妹，你要帮帮她呀！我求你了，我给你学一下了，求求你了。依依，你想帮他们吗？苏倩，其实你找错人了。这件事的主要责任人呢是秦伟杰，只要在警察正式逮捕你之前，他能承担责任。一个人担起所有的错，那就一切好说。就是看二叔愿不愿意为了你舍弃他唯一的儿子了。不行，倩倩不能去找秦桧。为什么不行？现在能救你宝贝女儿的可只有他了。我现在就去找秦叔叔。周一诺，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招。倩倩，你不能去！倩倩，你不能去！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梦雨，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钱。老公。千之啊，你等我一下，马上回来。找到了，苏倩偷来的荣耀，终归是要还的。这是我妈留给我的成人礼，我凭什么要给她？你妈养你到这么大，难得有件喜欢的首饰，这种死人留下的东西，她不嫌晦气就不错了。哼！妈妈，我带你回家。这个老东西怎么还不早点滚蛋！周轩，你疯了吗？谁让你对梦雨动手的？她怀孕了，你不知道吗？妈妈！依依，少夫人只不过是回家一趟，怎么会突然昏倒呢？你醒了，幸好你没事，不然苏家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千之，茶，李梦雨。依依，我不管你究竟想做什么，但任何事情都没有你的安危重要。林叔，去查，有任何消息及时告诉我。好，这下你可以好好休息了吧。伟杰，你不是说你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吗？周一诺说了，
现在只要你肯出来替我顶罪，他就不会送我去坐牢了。这我爸刚给我拿到谅解书，我再去认错，他会杀死我的。那你就忍心看到周一洛送我去坐牢？倩倩，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一定会有方法的，一定会有方法的啊！还能有什么办法？现在你已经被秦氏开除了，如果我再去坐牢的话，咱们俩就真的没有翻身之日了。伟杰，求求你了。这次恐怕没人帮得了你。爸，我愿意帮倩倩顶罪，我可以去坐牢，求您一定要帮帮她，爸。废东西！为了保你，我为秦千之那个孽障羞辱，你居然为了他去坐牢！秦叔叔，求求你帮帮我吧，只要你肯帮我的话，什么事都可以。苏倩，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不可以吧？不可以吧？倩倩是我的女人。是李梦雨的女儿。那就另当别论了。你放心，我不但会保下你，还会促成你和周氏集团的长期合作。真的吗？可是为什么啊？因为你有个好妈呢。不愧是我儿子，和我当年的选择一模一样。倩倩，我就知道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啊！秦之，你这太夸张了，我自己来吧。少爷、少夫人，我派去盯着的人说，秦辉和李梦雨进了苏家附近的一家酒店。这么快？这二叔还真是老当益壮呀。少夫人，需不需要通知苏总一声？不用，视频留好了，以后有用的。秦之，咱们现在应该集中注意力对付苏倩和秦辉那个老狐狸。你再忍忍吧。一诺，你嘴角有饭粒。我觉得秦辉比较难对付。少夫人不用担心，夫人说了，必要时她会帮你的。婆婆要回来了。二叔摆这么大的阵仗，看来是对我的决策很不满意啊。千之哥哥，你就再帮我一次吧。秦氏和周氏合作在即，你们却要把周氏钦定的合作对象放置。事关集团的利益，作为股东，我不好不管了吧？苏倩小姐毕竟是周总钦定的合作对象，如果临时毁约，那是严重有损秦氏声誉。对啊，不能这样，不能。千之啊，你作为集团的董事长，也不好随了人董事的意见。苏倩可以继续代表秦氏和周氏合作。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你可是海市赫赫有名的天才调香师，有你啊，周氏才愿意合作。千之啊，你这个女人还不算蠢。二叔，先别高兴得太早。苏倩想继续当项目合伙人，也有人替她担保。三叔，你再看看。既然二叔做担保，那秦氏会暂时撤诉，等到项目结束后再行追捐。恭喜你啊，苏倩，终于不用做了。姐姐，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你
是赢不了我的。倩倩，怎么样？青年是答应了吗？太棒了，倩倩，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这次这么顺利呀，可多亏了秦叔叔。雨蝶，周氏要求倩倩必须在明天的商务酒会上复刻出调香大师爱丽丝的成名之作。你陪她一起去吧，可别惹出什么乱子。好嘞，爸，你总算让我出门了。你要是再不出去露露脸，海市就没你这号人了。放心吧，叔叔，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倩倩，明天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最耀眼的那颗星。小小睡了？婆婆送来的邀请函我收到了，还要我明天代表秦氏去参加商务酒会。哎呀，那个周家的周思敏，我其实有点怕她，我感觉你不来的话，我怕我应付不了。别怕，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在。姐姐今天也来参加周氏的晚宴，那还不是因为你，他才有资格来。那既然姐姐是秦氏派来辅助我，那你就帮我拿一下包，正好解放我这双手，一会儿才可以更好的调香。你干什么？周一诺，秦氏想要和周氏合作，就必须靠倩倩调整雷斯大师的成名之作。他要是不高兴失误了，你负得起这责。你现在马上把包给我捡起，并且向我道歉，否则我就拒绝出席今晚的宴会。道歉怎么行？他必须磕头认错，重新认错。秦氏是你的雇主，不是你的保姆。对甲方你得有点基本的尊重。而且谁告诉你秦氏想要拿下合作就非你不可？倩倩，你可真能装啊！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10秒钟之内你不给我捡起来，那么今天晚上你后果自负。10、9、8、7、6、5，你随便数，谁捡谁是狗。倩倩，好好的包怎么扔到地上了？你这还真是养了一条……你敢羞辱我妈？他还用得着我羞辱？小组长，你说什么？我难道说的不对吗？你找死！把你衣服扯来，我看你还有脸！啊！老公！爸爸，他就是周总。还没有人敢在我的酒会欺负我的客人。周总，我对不起，我是口不择言，一时失语，请你见谅。谢谢周总，我叫周一诺，前池的妻子。居然穿了这件旗袍！周总，你别见怪，我姐姐她没见过什么世面。前池说了，这件旗袍是你今早特意派人送来的，就是希望我能穿着它参加这场酒会。思虑周到，前池看人的眼光果然独到。既然苏小姐见多识广，那个商务酒会不穿正装，却穿得如此浮夸呢？酒会就要开始了，你们进去吧。周总，那我们……你刚才损坏的是周氏限定的旗袍，向一诺道歉，赔钱。我怎么记得刚才有人说不太想参加酒会？周总，这中间都是误会。姐姐，你就不要生我和爸爸的气了吧？这件衣服多少钱？我赔给你。也不贵，200万而已。
听说周氏和秦氏已经达成了合作，秦氏聘用了咱们海市最年轻的天才调香师苏倩小姐。周氏举办这次酒会，就是为了把她引荐给更多的商业大佬。倩倩，只要这次我们把握好机会，我们就会让更多的人认识。是呀，等他成了顶级调香师，到时候二叔一定会同意你娶他的，到时候你能得偿所愿啊。姐姐，你放心，等我成了顶级调香师，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我一定会把你对我所做的一切，通通都还给你。什么呀？我听说是周家最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苏小姐，这次让苏倩来，也是因为她之前调出了国际调香大师 Alice 的成名之作《千金一诺》。对，好像是说这款香水跟周家的苏小姐有什么关联。周总啊，特地要求苏倩今晚复刻出这款失传已久的世纪之香。哦，原来是这样，苏倩，那你今天可得好好表现了。你要是配不出千金一诺，搞砸了这个酒会，周总没准会取消合作的。周一诺，你说什么？我说你今天配不出千金一诺，因为你根本不会调香。姐姐，我知道你是嫉妒我，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比你优秀，就连调香都比你更有天赋。天赋？什么天赋？你偷来的天赋？周一诺，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很清楚呀，不过看样子你是不想承认了。周总，嘿，周一诺，你干什么？周总，我也想复刻一下爱丽丝老师的成名作，不知道可不可以？你是说你想和苏小姐比试吗？周总啊，您是有所不知，我姐姐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未婚先孕，一直在带孩子，荒废了学业。现在呀，可能连各类香料的应用基本常识都不知道了。那我还真想看看爱丽丝的唯一传人到底有没有苏小姐说的那么不堪。你说他是爱丽丝大师的唯一传承人？你做什么？没事的，周总，我自己处理一下。姐姐，你该不会这么不自量力，想和我比吧？我操！就算你是爱丽丝的传承人又怎么样？你可别忘了，你的笔记还在我这儿，你会的我都会，你照样赢不了我。那我可提醒你啊，笔记本千万别拿出来。你什么意思？因为那不是我的笔记，那是在周家收藏馆里失窃的爱丽丝老师的配方原稿。说什么？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不见，你还是那么有味道。启辉，我跟你说啊，让你那个儿子离我们倩倩远一点。你这么着急就来，我以为你是想我。哎呦，启辉，我警告你啊，他们两个绝对不能在一起。为什么？你听我的，因为啊，他们俩是兄妹。我认识苏冰之前，不就已经怀孕了？倩倩啊，是你的女儿。石大卫，谁？简之，你怎么来了？简之，还好你来了。你怎么了？是不是吓到了？苏倩，她不是我妹妹，真不是我妹妹。这是终于不能再多联系。苏倩，现在可以开始吃香了吧？我已经等不及了。姐姐，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想赢我一次，来证明你自己。但是你看看这周围，根本就没有制香用的器具。那我们就把自己知道的配方默写下来，让周总去调配。没问题，周氏的实验室就在楼下，只要有配方，随时可以制香。姐姐，
原来你搞了这么大的阵仗，就是想知道我的配方啊！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想要的话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了。难道妈妈不给你吗？够，苏倩，你别再拖延时间了，我现在1秒钟都不想等，你到底敢不敢比？哎，来了！哎，倩倩，比基来了，比基。原来你得告诉他呀。看来比起被当做小偷，你更害怕输给我。这笔记从哪里得来的？这是倩倩的笔记，你给我。哎呀，等一下，周总。果然不是那本。这笔记怎么是空的？倩倩，笔记呢？笔记里的内容呢？秦伟杰，你找的是这个吧？你给我。是爱丽丝的笔记，没错。他怎么会在你这里？这是倩倩的笔记，是周一诺偷的。苏小姐，他说的是真的吗？苏倩，周总问你话呢。倩倩，你之前一直看我不顺眼，这些我都可以不和你计较，但是你今天这么做，你分明就是想毁了我。苏倩，你找死吗？秦志，怎么连你也欺负我？苏倩，我劝你最好认真点，要是搞砸了这份合作，谁都不住。苏倩，现在笔记本在周总手里，咱们2个谁都没法做笔记，可以开始写了吧？倩倩，你快写呀！你怎么不写？证明给他们看你是天才。对呀，倩倩，你赶紧写呀，别让你姐姐把风头抢完了，快点！对，快！再想想。苏倩，快！你怎么不写了？是因为不记得了吗？还是你压根就不知道配方的内容？你快点写，倩倩，快点！你们别吵了。周总，那个就是我的配方，就是他偷的我的。苏倩，你看清楚，我这是张白纸。怎么会这样子？周一诺，你敢耍我？简直，你就这么护着他？果然不是我要找的人，根本就不会制香。周总，你听我解释。今天当着海市众多名流的面，我宣布周氏与秦氏昨日签订的合同全部作废。我会重新拟定合同，认定周一诺为新的项目合伙人。我合伙人？你可以的。至于你，苏倩，对于你商业欺诈的行为，周氏也会依法采取法律措施。这昨天就说好的合同，怎么能反悔呢？况且我哪里有欺诈？倩倩，我倾尽了所有身家来保你，你就这么回报我？秦桧，你这个畜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你凭什么打我的倩倩？你凭什么？就算他是爱丽丝大师的继承人，但是配方也不是他的，凭什么你们就要用他，不用我？这些笔记本来就是他的，因为爱丽丝本来就是他的母亲。啊，周总，你是说爱丽丝是我妈妈？原来上一世周氏之所以不遗余力帮助苏千，甚至不惜逼迫秦之卸任，竟是因为我妈妈。原来命运曾经那么眷顾他，几乎让他夺走了我的一切。依依，你要是不想认周家也没关系，你还有我。我知道，从始至终你都站在我这边，我只有……我记起你了，你不就是周相在怀孕和坐月子期间跑到家里跟他幽会那个奸夫吗？苏斌，你说话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我是看在一诺的份上才给你留几分情面的。怎么，难不成这个配奸户就是你和周相生的野种？怪不得他出国之后就立马把名字改了。哎呀，老公，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渣男！我妹妹堂堂云城千金首富，下嫁给你却死得不明不白。这些年你干的那些破事，我已经一一查清楚了。未来我会跟你算账。云城首富？
这怎么可能？周相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起过？或许妈妈想过要告诉我，可是她后来发现你根本就不配。你，哼！秦志，带我回家。你别想走，事情是你搞砸的，你别想拍拍屁股就走人。我想带他走，你拦得住吗？一诺，今天晚上办的这场酒会，就是为了接你回家的。舅舅，我想依依她现在只想回我们的家。爸妈，学校现在都已经把我的学籍开除了，你们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真的不想去坐牢。老公，一诺这是要逼死咱们一家呀！我哪有什么办法？周一诺铁了心要让你去坐牢，周家有权有势，秦前志手眼通天，咱们苏家现在哪里还斗得过周一诺这个白眼狼？哎呀，爸爸，你不是最疼我了吗？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哎呀，我求求你了。对呀，老公。秦晖，这次你必须得帮倩倩，否则大家都别想好过。依依，你什么时候要回周家看外公啊？我可没说人。那我管周总要住9个周，你不也没拦着？等忙完手头上的事再说吧。最近寝室接连出事，股价掉了50%，你就不怕我把公司给你做没了呀？没关系啊，秦氏没了，我们还有林氏嘛。反正我母亲就我一个儿子，我的底够厚，无论你想怎么折腾，我都能帮你收紧。我逗你的。我们都已经从二叔手里把那些干股拿回来了，没了二房捣乱，我会慢慢把秦氏经营起来的。以后挣钱养你啊！我们家你越来越厉害了。你真的不能进去！给我滚！秦前志，你凭什么把我从董事会除名？先看看这个吧，这里面记录着进入秦氏以来的所有假账，无论是境内还是海外的，全部都在。现在全部账户都已经被警方查封了。不可能！你们从哪弄到这个的？是我给他们的。秦晖，这么多年没见，一点长进都没有，还是和当年一样的愚蠢无知，说不寸光。林颂，你不是出国了吗？出国是为了调查我。也不全是，我还是要做业务的，毕竟林氏的商业版图还需要扩大，总不能像你秦氏一样总顾着吃老本吧？二叔，之前担保的协议上写明了，一旦苏倩和周氏的合作出现任何问题，连累秦氏，您是要承担苏倩为秦氏带来的所有损失。现在就算扣掉秦氏的8%的干股，您就欠秦氏5000万。二叔，您看您为苏倩都快倾家荡产了，就算是亲爹，也未必能做到这样份上了。秦晖，要不你回去找老太太要点，估计她的棺材本应该够你还账。你们，我要有你们合起伙来，就能把我赶出秦氏。告诉你，我还姓个秦呢，走着瞧。哇，您终于来了！初次见面，我叫周一诺，是您的儿媳妇。母亲，一诺，你长得越来越像你母亲了。现在都自身难保了，哪有办法帮他？那你就不管我们的倩倩了吗？现在能帮倩倩的，恐怕只有周一诺了。怎么感觉他们母子不太熟的样子？原来您跟我母亲早就认识呀？那当初送我那个调香笔记的神秘人是您，那帮我去周家寻亲的是秦志。当初他得知你是宫女啊，
怕你今后没有仰仗，像我当初一样被齐家人看不起。喂，徐一诺，你现在就给我滚回家来，替你妹妹想办法。我是不会回去的。还有，你别给我打电话，我已经不是苏家人了。小贱，你别忘了，你妈现在可还埋在我苏家的祖坟里。你要干什么？骨灰盒现在就在我手里，15分钟内我要是看不见你进苏家门，你就把你妈的骨灰扬了。说到做到。我秦之，我现在得马上回趟苏家。我陪你一起。不用了，秦之，这次我要自己去。我跟苏家的孽缘也是时候该了断了。我就知道璎珞还是有我们这个家的。他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心肠跟他妈一样歹毒。我没工夫跟你们废话。我妈的遗骨呢？想要遗骨，那就要看姐姐你肯不肯帮我。苏倩，我麻烦你搞清楚，现在是你们在求我，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周一诺，你妈的遗骨可在我手上。哼，苏倩，如果我妈的骨灰有任何闪失，你们3个这辈子都别想好过。爸，在这儿，这下你满意了吧？璎珞，只要你把那个合约让给倩倩而已。我要李梦雨亲手帮给我。混账！你不要欺人太甚！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毁了他！苏倩，你敢！我劝你考虑清楚后果。倩倩，别冲动。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呢？璎珞，只要你愿意把合约让给倩倩，再开发布会澄清一切，都是你提前设计好的，甭说是我双手捧给你，就算是你让我给你妈妈下跪道歉，我也心甘情愿。梦雨，你这是干嘛？快起来！妈妈，你别求他。老公，为了咱们的女儿，我什么都愿意。林梦雨，你前2天在秦晖床上卖弄风骚的时候，说的不会也是这句吧？秦晖之所以愿意帮你，那都是因为你妈跟他上了床，否则你以为秦晖那么能豁得出去？老公，你别听他的。这个视频肯定是假的，视频里面那个女人的脸都看不清楚。周一诺，你休想用一个假视频就来挑唆我们一家人之间的关系。脸都看不清。我说苏边，你好歹跟李梦雨同床共枕那么多年了，不会连声音也听不清吧？老公，我都是为了咱们的女儿，倩倩不能去坐牢呀。铁石心肠的东西，要不是你不肯帮你妹妹，梦雨她怎么会需要去做这种事？苏边，你最好能抑制自欺欺人。你们用这么歹毒的方式要挟我，还想让我帮你们，简直白日做梦。苏边，你记住，从今往后，无论你得到任何报应，都是你活该。周总，您怎么在这儿？前知不放心你一个人回苏家，拜托我来看看。是苏斌那个畜生干的吗？居然为了一个小三生的贱打你，我去教训他。不用了，舅舅。一诺，你愿意认我了？舅舅，能麻烦您把我妈带回周家安葬吗？你还是不愿意跟我回家？我现在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完，我妈就先托付你。对了，舅舅，你跟实验室借我过，今天的事儿，如果你就这么算了。
老公，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爸爸，你不是说周一诺一定会答应的吗？都给我闭嘴！庆辉不是很有本事吗？你去找他想办法呀！爸爸，你怎么能对妈妈说这样的话呢？刚刚要是怕那个小贱人开笑话，我就应该打死你！周一诺，我落到今天这个下场，都是因为你。就算死了，我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少爷，少夫人从苏家回来以后就很反常，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啊？林叔，你怎么走路都没声啊？有事吗？抱歉，少爷，夫人让我转告您一声，白薇回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夫人怕白薇来找您啊，万一被少夫人撞见，您恐怕不好解释啊。他一个医生，我有什么？钱真，你在这儿说什么悄悄话呢？少夫人，我和少爷正在讨论，您今天都在忙什么呢？就是说，你把岳母的骨灰交给了他，今天一下午都在实验室调香。你想做什么？刚好我在做实验，你既然这么好奇，来当我小白鼠吧。这什么味儿啊？迷情香。哎呀，看样子已经得到最佳配比了。周一诺，谁准你拿自己身体做实验的？老公，你不许皱眉，不好看。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周一诺，生烦，你轻点。喂，姐姐，是我。哦，有事吗？姐姐，之前的事是我不对，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可以吗？地址发我。不想让苏倩去坐牢的话，就到这个地方来找我。老公。少夫人，少爷送小小去幼儿园了。那刚好，林叔，你陪我办个事儿。就是你在病友群发的消息，本人和照片长得不一样呢。不是我，人在那儿。这小妞一看就是个极品，少爷我可总算能开荤了。我要她从此以后都活在见不得人的阴沟里，生不如死。一个给他小心点，别把人给我弄死了，倒还给了他个快活。看你年纪不大，心肠倒是歹毒，那我可就等你好消息。如果你敢耍我，你知道后果。不要过来！是他。姐姐，我在这儿。怎么就选了个这么个地儿啊？爸爸他把我的卡停了，还把我给赶了出来，而且警察在外面到处找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找了这么个地方落脚。姐姐，你再帮我一次吧，我真的不想坐牢。那你要继续跟我抢伟杰吗？什么？这关他什么事儿？你还说呢，我长这么大，真心爱过的人只有伟杰，可你偏偏要跟我抢。我可以把他还给你的，只要你肯放过我，我马上就跟他一刀两断。可伟杰他爱你，你就从来没爱过他吗？没有，从来没有。我真是没想到，咱们俩的关系变成这样，居然是因为他。伟杰，你都听到了吧？倩姐说她从来都没爱过你。倩倩，她说的是真的吗？
你从没爱过我。倩倩，你看看你怎么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还不赶紧去处理一下？好。伟杰，你看吧，真心爱你的人呀，只有我。爱你，那是我上辈子眼瞎。你们谁啊？苏倩小姐也让我把这人送到206，是这间。靠，臭，果然耍老子！你让他给我等着。姐姐，秦伟杰人呢？嗨，先别管他了。我刚刚突然想明白了，秦伟杰呀，不值得我为他争风吃醋。服务生，麻烦帮我换杯果汁。姐姐，我看这下谁还够棒？什么玩意儿？苏一诺，你算计我！倩倩，你放开我！秦伟杰，你别碰我！你放开！倩倩，我爱你，我爱你。周一诺，你不得好死！早就死过一次了，现在轮到你们。你怎么能把他一个人放在那么危险的房间呢？把他送到警局。我不要，我要回家，我爸妈一定有办法的。对，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不要。千枝，看，他们的报应终于来了。依依，林叔，你怎么能瞒着我跟依依去做这么危险的事呢？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岂不是要我的命呢？少爷，我也没想到会闹出人命，是我办事不力，让苏倩在去警局的路上给逃。还好，秦伟杰是苏倩失手打死，不会牵连到夫人。警方也已经……小小，妈妈，小小在这儿。小，依依，没事了，都没事了。秦志，我一定要去趟苏家，我要看到苏家人的下场。你陪我去。好，我陪你一起去。周一诺，你还敢来这里？我变成今天这样，全都是你害的。苏倩，警察马上就来了，你跑不了了。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如何在牢里度过下个月。近日，警方出具的报告上写的明明白白，苏倩和秦伟杰是亲兄妹。你居然敢让我帮你和野男人养孩子，还瞒了我这么多年！是又怎么样？如果当初我能嫁进秦家，哪儿还轮得到你这个靠女人吃软饭的废物？就你那点本事，你给秦家提鞋都不配！真人，你说什么？要不是当初你勾引我，我现在还是周家的女婿，也不至于落我这死。你怎么不去死？
你滚蛋！你跑在这干什么？老公，把你撵走！就像你疯了吧？谁让你对梦里动手的？她怀孕了，你不知道吗？如冰，你妈妈说周宇是这样被你杀死的，对吗？你以为我忘记一件事情就能掩盖掉你杀过人的事实吗？一诺，你听我说，我妈妈说过，我的名字是你给她相依相伴、许诺一生的承诺。她告诉我是在爱里出生，可是最终呢，她最爱的人亲手杀死，我都难以想象她当初是有多么的绝望。我妈妈研究出千金一诺的时候，你们还在相爱吧？她放弃了大好的前程，甚至不惜和周家决裂，也要跟你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要求他为我放弃周家。这样的父亲我真恶心。之前让你逃了，可是今天你绝对逃不掉。一诺，我错了，是我错了，你去追我，苏一诺，你不能见死不救，我可是你亲生父亲啊！哼，从我离开苏家的那一刻起，你我之间就再无瓜葛。别害怕，我来保护你，我们一起玩。你要等我回来，这样我们才能永远在一起。那我等你回来，我们就永远在一起，我会陪着你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物。依依，前世我都记起来了，这次没人再能把我们分开。秦总，我也见到周一了。你放心去做，办好这件事，我会让你家人这辈子都衣食无忧。1小时。无畏乘风破浪，历史和现实写的一书，放下本来忘的成长，你的温柔如此的张扬，也让我如愿。一个说就是你的女孩啊！怎么会突然出这事？夫人，监控录像拍到的肇事者是秦晖的司机。我现在没心思查算账，全部交给警方处理。你去通知周思明，让他立刻来医院。林总放心，病人已经脱离危险期，只是他的头部受到重创，海马体受损，不排除有失忆的可能。具体情况等他醒了之后再做详细检查。谢谢你，安医生。少夫人那边没什么大碍，只是受到太大刺激，还在昏睡。周总已经在照看。那就好。依依，千纸，你醒了？你们是谁？依依呢？我要找依依，我不要出国了，我只要依依。夫人，少爷这是又发病了。千纸，我是妈妈。不要碰我！依依呢？依依在哪？依依说过她会保护我的，求求你，别把我们分开，我不要出国了！求求你别把我们分开！我要是走了，依依会喜欢上别人的。夫人，少爷之前发病就是这个样子，他不允许任何人跟他有肢体接触，他只认少夫人。一路现在还在昏迷，现在让他们见面只会刺激到他。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哎呀，千纸，千纸，你不能这样！千纸啊，你不能这样！千纸啊，你不要这样！快去叫医生！医生！
现在只有白薇安抚钱芝了，把她叫回来吧。可是夫人，白薇是钱芝的心理医生，那条新闻手链在他那儿。当初钱芝不是也把白薇当做一洛了吗？其他的等一洛醒了，我来跟他解释。秦芝，一诺，你终于醒了，你都睡了3天了，还一直昏迷。求求，秦芝他怎么样？放心，他没事。不行，我要去找他。秦芝，你就是周一诺吧？钱芝的妻子？没错，我是周一诺。你是谁？怎么会在这儿？我叫白薇，是钱芝的私人医生，也是她的第一个女人。初次见面就不方便跟你握手了。你干什么啊？果然和传闻中一样粗鲁。这个手链居然在你这儿！放开我！这本来就是我的，你弄疼我了。哼！你是什么时候成为钱芝的女人？该不会是4年前在国外的酒店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3301号钱吧？你怎么知道？你既然偷了我的手链，怎么不看看上面的字呢？顺便把名字也改了呀，这样也算个合格的替身。几年前他枕边跟钱芝发生关系的人是你，钱芝一直在等的人居然也是你。你干嘛这副表情啊？怎么？做我的替身很委屈你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撒谎都不能自圆其说的跳梁小丑，也敢趁钱芝受伤挑衅我？你又算什么东西？敢对我的医这么说话？钱芝，你叫他什么？钱芝，你别生气，这个小姐姐不是故意跟我吵架的，她只是认错人了。钱芝，我才是依依。你不认得我了吗？你对他做了什么？钱芝为什么会不记得我？钱芝，你看看我，我才是依依。钱芝，跟我一路，你跟我来。钱芝他失忆了。他可能是短暂失忆，他现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苏一洛。可他为什么会把白薇认成我？因为那条手链。苏一洛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他连他的样貌都不记得了。那条手链就是唯一的信物。那我去把手链拿回来。来不及了，钱芝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白薇戴着那条手链，所以他认定白薇就是苏一洛。一洛。你也知道意义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就当我求你了，看在钱芝是为了救你而受伤的份上，在钱芝没有恢复记忆之前，不要刺激到他，好吗？可是钱芝他怎么会认出我了？钱芝，周小姐，我想林总已经嘱咐过你了吧？在钱芝恢复期间，请你不要再来打扰他。我只想确认一下他伤的重不重。我不进去，我拜托你们就让我看一眼，我保证不会再刺激到他。你终于肯放下你高贵的身段了，但是现在除了我，谁也见不到钱芝。他要是见到你再受刺激，你担得起这个责任？我是钱芝的私人医生，我在国外跟了他4年，我知道他的焦虑症和可夫症都是因为你，钱芝的不幸都是因为你，就连他这次受伤也是因为你，他再也受不了一点伤害。你要是真的爱他，就应该消失的远远的，再也别见到他。我还是钱芝的妻子，除了他，没人能赶我走。周小姐，现在我才是周一诺，我才是钱芝的妻子。
周小姐，你怎么了？周小姐，依依，千纸，我在这儿，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我就是依依，我在这儿呢。依，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依依，周小姐刚刚怀孕不久，其实就有流产的迹象，千万不要再受刺激。结果妈妈醒了。小小，你怎么来了？妈妈，你肚子里有小小儿，还要多休息。是我带他来，我打算带他去见秦天志。爸爸，爸爸，快醒醒！依依，你不说好不让妈妈伤心的吗？妈妈现在哭得好伤心。我可以让你做我的爸爸，但是你要保证不能惹妈妈更不能惹妈妈伤心。我答应你。大哥，我们拉过钩的，不能说话不算数。小小，妈妈在哪？依依，过来，依依。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怎么又是你啊？周小姐还真是好心机啊，居然想用孩子来留住秦芝。怎么会？两个依依？起开！秦芝，你看着我，我才是你的依依。你干什么小？百威，你别太过分！你凭什么怀疑？再问你我秦芝！秦芝，你看着我，秦芝。秦芝，我是依依。百威，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喜欢这么自欺欺人吗？如果能让你爱上我，我宁愿骗我自己一辈子。百威，你喜欢什么？对我来说根本无关紧要。我这辈子只会爱依依一个人，我只会爱真正的依依。小小，到舅公这里来。小小，任务圆满完成，我们小小是大功臣。来，多亏了亲家母，让我们发现了白薇暗地里催眠操控前置这件事，好让我们有了应对之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百威怎么每次出现的时机都这么巧呢？我会留心的。只要爸爸妈妈和好，小小就开心。秦芝，你都记起来了？想起你的那一瞬间，所有的一切我都记起来了。都怪我，都是因为我才害你受伤。依依，没事的，一点都不疼，都好了。前芝，你一定要对我这么残忍。我早就和你说过，假的永远不可能变成真的。可是前芝，我们朝夕相处了4年，你对我一点都没有心动过吗？当然没有。要不是你戴着依依的手链，你以为我会让你接近我吗？可是你明明知道我不是他，你还是把我留在身边了，不是吗？因为你是一个医生，母亲要我把你留下，是因为希望你能治我。可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明知道我可夫症发作时，只肯接受依依的触碰，还假借脱敏治疗的名义强行跟我进行肢体接触，
一次次加重我的痛苦。你为了取代依依，每次催眠治疗都要试图篡改我的记忆，认识的那4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日子。今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要是早些知道，一定不会让他接近你的。秦千之，如果不是为了救他，你根本就不会躺在这里。他才是你一切不幸的根源。她不是，依依是我的妻子，为了她，我可以付出所有，包括我这条命。依依，千之，你怎么了？我在这儿呢。千之，医生，帮我叫医生。医生，百威，你干什么呀？开门，百威！秦千之，你看不见了是不是？你告诉我，你看不见了是不是？看来我伤得比想象中严重。对，你车祸后，你那种大量的淤血压迫了神经，如果不手术，会死吗？会，你随时都会死。但是我可以救你千之，只要你跟周一诺离婚，我带你去云城，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百威，你开门，百威！千之要尽快手术，不然他会死的。我可以救他，你必须跟他离婚。不离婚，依依，我们不离婚。就算我明天就会死，我也想紧握着你的手，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能不能放过千之？他已经是个傻子，你还能在他身上得到什么？我是千之的妻子，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救他的。你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现在的一切不都是千之给你的吗？金钱、权利，还是地位？你想要的钱这都让给你了，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他？还是你就是想盼着他死，好榨干他最后一点价值？我这里诋毁你，滚！马上给我滚！千之，我会去云城找医生给你治病的，但是你要答应我，为了我们的小小和第2个孩子，在我回来之前，一定要保重我。依依，你又怀孕了。4年前你错过了小小的出生和成长，这一次一定不要错过。我答应你，依依，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喂，是青山精神病医院吗？对，我想预约明天的探视。我是苏倩的心理医生。倩倩，好久不见。然后，别碰。姐姐，我不爱秦伟杰，我只是想利用他。你要的话，我把它还给你。倩倩，我是白薇啊，你不记得我了吗？就是我把你接到这儿来的。白薇，我不记得。姐姐，我错了。你让妈妈醒过来，好吗？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跟你争了。倩倩啊，你妈妈已经醒过来了，只不过她被苏斌从楼梯上推下去，摔到了脊柱，现在瘫痪在医院呢。爸爸呢？爸爸呢？爸爸最疼妈妈了。你是问苏斌还是秦晖啊？苏斌已经入狱了，秦晖还在接受警方的调查，他们自己都焦头烂额了，没有人能怪他们。不是秦晖，我是苏倩，不是秦晖，
是苏倩，不是秦桧，我是苏倩。你听，又是消防的苏倩做的吗？听说消防的心理医生是家里的话太太前从国外寄过来的。自从这病人住院后，医生倒是每天都来。我们每次做完心理疏导，病人都会比以前更狂暴。这谁知道呢？快走快走，天水是人。姐姐，你看我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个好消息。你亲姐姐她又怀孕了，她现在过得很幸福，你会替她开心的，对吗？我变成这样，都是他害的。他是谁，姐姐？是周一诺，对吗？周一诺，不是那个贱人，还能是谁？他伤害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幸福？他该死，他该死！我要杀了他！姐姐，来，今天晚上后门不会锁，这是你唯一报仇的机会了。他该死，我一定会杀了他。他该死！姐姐，我等你好消息。他该死！婆婆，我准备明天一早就启程云城。我不在的这2天，钱芝就麻烦你多照顾。你放心，我不会让钱芝再出任何差错。少夫人，城郊的快速路虽然能缩短行程，可那地方并不太平。明早还是我送您去的。林叔，我这次只是路过，不会多做停留。白薇的底细我们还不太清楚，我怕他这次回来会对钱芝不利，你还是留在医院吧。实在不好意思，光想着急抄近路，忘了这条路太窄，车过不去。没事，师傅，那我就在这边下吧。师傅，麻烦对下门。我来帮你开吧，我车门太老了，常坏。师傅，我钱给你付过去了，看一下。哎呀，靠！这小娘们够辣，我喜欢。姐姐，终于抓到你了！苏倩，你怎么在这儿？哎呦，小爷我今儿算撞大运了，碰上你们这……苏倩，你别靠近他，他是艾滋病落携带者。我已经答应他了，一定会亲手杀了你，谁也别想跟我抢。谁？是谁让你杀了我？哦，不对，是我自己要杀了你。你害了那么多人，还毁了苏家跟秦家，该死！姐姐，听说你又怀孕了，真是恭喜你了呀！不过我这一针下去，你就会亲眼看见你的孩子化成一滩血水，从你的身体里面流出。苏倩，你别乱来，我不会让你再伤害我的孩子的。放开我！放开我！请问姐姐放！
强强，没事了，没事了，我报个警，然后带你回家。这里是午间新闻。今早有居民在我市城郊荒林发现2具尸体，一男一女，死状凄惨。经警方初步判定，男尸为出租车司机陈磊，女尸获系本市刑事基本犯台周一诺女士。目前此案正在调查中。母亲，刚才新闻里说什么？您听清了吗？我刚在看股市，没注意听。刚才新闻里说，在城郊荒林发现了依依的尸体。少爷，您听差了。我听得很清楚，他说的就是医生，医生，快来人了！医生，医生！二爷，只有周一诺死了，我才能成为前之唯一的精神支柱。这对你的计划是有益而无害的。少废话，我只要秦千之死，事情办不成，我就把你学术造假、非法行医的证据提交法院，到时候你一样要跟我一起吃牢饭。一诺，警方已经同意配合你的计划，放出假消息，以寻找幕后黑手。太好了，这样那人就能放松警惕，自己跳出来了。你说你这孩子要去云城找人，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今天要不是怕你去到云城扑个空，我抄近路赶上了，那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我那不是没想到吗？你呀，还是没把我当成自家人。依，不是依，你是谁？是我来前之。你来做什么？前之，我知道周一诺的死对你伤害很大，但是你也不能抗拒治疗。你病得这么重，怎么能不吃药呢？依依就是我的全部，他走了，我的存在也没有意义了。你还有我呀，前之。我们可以一起去寻找生活新的希望，就像我们在国外那样，我们彼此需要相互扶持，不也是走下来了吗？依依说的对，你的自以为是对我来说就是种折磨。我之所以忍受你的折磨，也只不过想再见依依一面而已。白薇，你死心吧，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今后也不会。就算你最爱的人已经死了，你也不肯把你无处寄托的爱分给我一丁点什么。白薇，我不是专供你享乐的提线木偶，我是人，活生生的人。秦前之，只要是我白薇想要的，没有我得不到。白薇，你是不是忘了，我现在是个瞎子啊！你的催眠对我没用。前之太好了，我找到医生了，你有救了，前之。你是你妈耶？前之，是我，你摸，真的是我。真的是你，你还活着。前之，我不但没事，我还给你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你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消息。周一诺，你不是死了吗？哎，白医生，你怎么这副表情啊？你看见我没死，很失望呀？嘿，你活着我高兴的很呢，这样前之就可以好好接受治疗，好好吃药。秦前之，我走之前你怎么答应我的？我吃，马上就吃。不好意思哈，白医生，又把你的关键道具打碎了。你放心，以后你的道具我都包了。秦前之，你故意气我是不是？不敢，我哪敢啊！我那侄子是个情种，他认定谁，谁就是他的软肋。
你是谁？你拿我手链干嘛？这是我的手链。但如果你实在没本事得到什么，为了脱身，也只能把它毁掉。依依，我有点担心我的身体还能恢复成以前的样子吗？如果不能像以前一样保护你，至少也不能成为你的累赘吧。爱人怎么会是累赘呢？只要有爱人在身边，生活都是充满希望的。依依，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的，对吗？老公，你今天怎么啦？多愁善感，像一只小猫咪。失而复得嘛，难免感慨。对不起，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害你为我担心了。依依，我有点饿了，你去帮我买份小馄饨好吗？好啊，那你等我吧。紫色的口翻过围绕你甜美的微笑，就在眼前，我的身边，倒映在我心房。听说秦董事长的夫人在城郊中意外脱险，是被一个医生给救了。虽然说英雄救美是经典桥段，但这算是婚内出轨吧？谁知道呢？医院好多人都说他们俩像一对似的，也不避讳。有什么可避讳的？秦董事长都瞎了。少爷，这都是他们瞎传的。林叔，帮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啊，估计很快就能用上。我已经签好字了，您收好它，必要时直接让依依签字就行。少爷，少夫人说您的手术没任何问题，这协议啊实在是没必要。可我不能拿他的下半生去赌啊！他肯爱我一段时间，我已经很满足了。您说，我有些累了，想歇会儿，您先出去吧。好。喂，哥，这么晚了，你怎么到医院了？妹夫的手术得抓紧时间定日子，我刚好路过，就过来看看情况。辛苦辛苦，感谢感谢。真有。哎，你可打住吧！现在人家都在外面传我们的绯闻呢，还编得有鼻子有眼。你要让我老公知道了，把你扔醋坛子里。这也太荒谬了！咱俩可是兄妹啊，这也能传？不奇怪，你这刚冒出来的，人家哪知道我有个哥哥呢？住手！住手！你们这素质引我上钩呢？这叫以君入瓮。只是普通的麻醉剂，不然你以为是什么？是毒药。秦辉费这么大劲把你带回来，不只是为了让你把钱之迷晕带走这么简单吧？二爷给我的确实是毒药，让我毒死他呀，但是我不愿意了。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呀。我只是想把他治好，把他迷晕，然后带他独自生活而已。但是你失败了，你带不走钱之，也没法跟二叔交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从你4年前在酒店遇见我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你是二叔的人。那你为什么要留下我呢？因为我知道，只有把你留下来，我才能见到依依。秦简之，你简直是个混蛋！我知道秦辉想要秘密召开股东大会，继任董事长，然后套现秦氏所有资产逃到国外，但是我猜他不会带上，所以你愿不愿意帮我们？韦二爷，秦简之已经死了，你明天可以正常召开股东大会。想不到居然这么顺利。因为白薇
也有了软肋。老公，你要跟我离婚？完蛋，赶时间我忘了收起来了。嘴上说着什么就算明天会死，也不会放开我的手，背地里却连离婚协议书都签好了。秦前之，让我想干什么？少夫人，少爷他也有自己的考量，他只是想有备无患，并不是真的打算离婚的。你有什么考量？我们的小小马上就5岁了，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你有什么考量，非要跟我离婚呀？哎呀，前之，你说话呀！你不要让一诺那么动气，她现在还怀着孕呢。就算是你把秦卫得手转移秦氏资产，早期划分财产给一诺和孩子们做保障，问题是现在我们有了白薇这张底牌，这离婚协议就可以作废了呀。你们真的看不出来，他是怕死。确切点来说，他是怕死在手术台上。毕竟开颅手术的风险很大。他说的没错，依依，我是真的很怕你看到我死之后会很崩溃。虽然我嘴上说的不在乎，但其实心里还是很怕我真的会死。可是前之，这可是离婚协议书，如果我刚刚走进已经签了字，就算你后悔了，你回头求我，我也不要你了。依依，对不起，依依，是我没有考虑清楚你的感受，对不起。哎呀，不是小妹，妹夫他现在看不见，你这是哭的梨花带雨呢，还是倾盆大雨？对他来说都没差别。有区别，我能听出来。不是，但凡有点情商都知道，我刚刚是想劝和吧。哎，妹夫，我现在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现在就趴在地上装晕，装可怜会不会？哥，你给他出主意的时候，怎么不背着我呀你？装可怜呢？哎呀，你看他妹夫这可不能磕着碰着了，他那雨水还不稳定呢，快看看他。行了你，我没真生气。千之，千之，哎，不会真晕了吧？不过明天妹夫要是去参加股东大会的话，你们记得带他去一趟中医院针灸，应该能让他短暂的恢复视力。你又不去股东大会，想外地出去。咱们周家好歹也是云城的顶级豪，这点小心思我还是有的。对了，豪门内斗也是要讲势的。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昨天的噩耗，我的好侄子钱之因为车祸重伤不治而去世了。所以今天召开这个股东会，我们只有一个议题，就是重新选举秦氏集团董事长制。之前老董事长卸任，董事长这个位置空闲时，都是秦副总您将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是啊，自从秦总升任董事长之后，公司总裁位置竟然让一个一点都不懂的毛头丫头周一诺来接管，简直荒谬可笑。你们不提，我都忘了秦氏有这么个人。他仗着自己是小秦总的老婆，把秦氏搞得乌烟瘴气。这几年啊，就该回家老老实实栽培，商务上的事还是要交给男人打理，尤其是像秦副总这样有能力的男人。各位股东谈来了，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那咱们就……我有异议。你怎么到这儿了？既然是秦氏的股东大会，我这个当总裁的怎么能缺席呢？总裁？你这个总裁不过是个挂名而已，你连秦氏的股份都没有，你当然不能参加。二叔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呀！我怎么记着你之前为了给白倩担保，把您的干股全部抵押给了钱之？我看呀，没有股份是您才没错，秦晖，你现在还欠秦氏5000万未还清。这是秦氏，不是林氏，有你什么事儿？
秦风去世后，我并未在家，我一直都是他的未亡人，是这个大房的女主人，是你的大嫂。够了，都给我住嘴！这是秦家的会议，还轮不到你们两个外姓人给我插嘴。奶奶，活得久不代表能够获得夫姓永久使用权哦。周一诺，你敢不敬了？啊！股东大会怎么就来了这么几位啊？其余散票都被您吞了吧，阿叔？各位都是秦氏的股东，难道不知道吗？秦晖现在正在被调查，你们这会儿把秦氏交给他，就不怕他跑路了？我再问一遍，二叔接任董事长的位置，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人反对吗？我反对。白薇，干什么？我要举报。这里是秦晖所有的犯罪证据，包括他陷害总裁秦前之，在位期间偷税漏税、中饱私囊，恶意低价收购秦家股票，多次伤害秦前之、周一墨，并肇事逃逸等等所有的犯罪证据。白薇，你这是污蔑，我要让律师起诉你。是不是污蔑？查验一下，立马就能知道。白薇，你们串通起来害我！二叔，你该不会以为收购几个小股东的散票，再趁机让白薇除掉前支，你就能称心如意的坐上董事长的位置？我告诉你，德不配位，再要。不知道你们说了什么。二叔，你所犯下的这些罪孽，足够让你这辈子牢底坐穿。把门打开，让警察进来。周一墨，你们不能让我去坐牢。现在是秦氏，我姓秦，秦氏是个家族企业，我现在是秦家唯一的男丁。如果我要是坐牢了，秦家100年的基业就会化为泡影。谁说秦家现在只剩你一个男丁？秦前之，你没死。二叔想我是人还是鬼啊？白薇，你个贱蹄子，舍不得杀他，还串通他来害我。哎呀，秦晖，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没有人能强迫我白薇做我不愿意做的事。秦前之，就算你没死又怎么样？那场车祸也让你杀了双野。还没看见二叔最后的下场，我怎么舍得瞎呢？所有伤害过依依的人，他已经全部处置过了，只剩下二叔，你性情又是长辈，藏得又深，依依拿你没办法。我呢也懒得追究我小时候你对我的那些无端的杀心还有绑架，可你不该对依依动手，你伤了她，在我这就是死路一条，就算你性情，也保不住你的命。妈，你救我！我现在是你唯一儿子，妈，你救我！你们不能带小辉走，当初就是你们两个应该死那场车祸里，却偏偏死的是我的儿子，你们应该欠秦家一条命啊！白薇，不要以为你出卖我你就平安无事。还有你秦前之，为了一个女人，你出卖了，你葬送了秦家，秦家怎么不会放过你的？不会放过你的，秦前之。现在我算是污点证人了吗？污点证人判决书已经下来了，吊销医师执照，回去重修。我说白医生，你这可怕的催眠术能不能别再用来害人了？哎呀，周总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你还没试过我催眠术呢。赶紧带他去休息吧，让周琦尽快给他安排手术，等不了了。小妹，林阿姨，你们放心吧，有我在，不会出问题的。
很成功，再休养几个月，等妹夫的头发一长，你们就能补办婚礼了。哎，小妹，你说你都跟妹夫结婚这么久了，孩子都有俩了，咋突然又想起来补办婚礼了？不要推我！我不想跟你结婚，你把我放下！当初他跟我重逢，满心欢喜要娶我，我不乐意。后来为了给齐卫给铺路，还是嫁了。现在我们是两情相悦。周一诺，我爱你，嫁给我，跟我结婚好吗？秦千之，你要是现在立马去死，我可以抱着你的牌位跟你结婚，你做得到吗？一诺，秦千之，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一诺，医生，医生！对不起，阻断失败，两位已经确诊得了艾滋病。医生，这不怪您，我只求您先别把这件事告诉一诺。还好，此生有你。有你，此生才好。还好，这一次我没有错过你。别害怕，我来保护你，我们一起玩。千之，我会对你负责的，会的，我会离开你，抛弃你，我愿一辈子来不着你。爱人怎么会是累赘呢？只要有爱人在身边，生活都是充满希望的。来生我们还能不期而遇，愿做你金丝金缕，愿做你脚下的新郎新娘，你们是否愿意你面前这个人缔结婚约？我愿意。我已记不得家门，你还在等。愿重逢这山情谊，愿再见杨柳依